哟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吉了。那今天呢，我要为你们介绍的这个产品呢，是来自 Shark 的产品。那它的这个型号的话 ，model 的话是 Ice Max。那为什么它的名字叫 Ice Max 呢？是因为它的这个 Power Bank 跟比起其他那些普通的 Power Bank 会比较稍微特别一点，因为它的上面呢就拥有 built-in 一个 RGB 风扇散热啊。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的特别的 Power Bank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就来从盒子方面里面有什么东西做介绍吧。那盒子里面呢，当我们一开的时候呢，就拥有它的这个 Power Bank 啊，还有一个 User Manual， 还有一个 Type C to Type C 的 cable， 是长度的话呢是大概20cm 左右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来大概讲一下它的这个 spec 啊。那这个 Power Bank 呢是拥有10,000 mAh 的容量。那这个 Power Bank 也是有支持7.5瓦的 wireless charging， 还有它这个最满的话能 support 得到20瓦的 Type C cable charging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来讲它这个 Power Bank 的表面的介绍。那上面的部分呢，它又拥有那个 Shark 的 logo 在上面，还有10,000 mAh 的 logo 在上面。中间呢有一个大个 Ice Max 的 logo。它的上面的话呢，也是半透明的设计呢，你可以看到里面的那个 RGB 的风扇呢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。那接着呢，我们来讲它的下面，就是它的那个背部 wireless charging 的地方。那它这个 wireless charging 的地方呢，就拥有那个 MagSafe 的那个 logo， 就是你可以代表说，你可以把你 iPhone， 你可以直接 magnet 连在那边。没有记错的话 ，iPhone 是要从 iPhone 12期才有这一个 MagSafe 的功能。那这个的话就 iPhone 的 user 用起来讲的话会非常的方便，你有不用另外带线。那这个是非常的加分，只是把它贴上去就能 charge 了，这个是非常好的功能了。那它的那个上面的触感的话呢，是稍微是那种 matte 的 surface， 但附有那种 rubber 的一个 coating 在上面。那旁边的两边的部分呢，这一边的话呢就有写着那个output 20W max 的那个字在它的旁边。那还有一个那个 button， 那它的那个 button 的话呢是 for 它的给你 check 看的那个 battery 的容量还有剩下多少的一个 button。那它的这个旁边这个有一个那个有几个洞的话，那个是它的那个 fan 的进风的洞。那它的另一边的话呢，我们就有它的那个
battery 的那个 LED 的 indicator light 啊，就你可以按刚才那个另外一面的地方，你就可以看到显示说它的 battery 容量还有剩下多少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，有5个灯。那个前面4个灯呢，是代表它的那个 battery 的容量有多少啊？那它那个另外一个灯它没有亮的话，那个我之前没有看说明书呢，我以为它的灯是坏了还是什么。可是那个灯的话是给你知道说它是有 wireless charging， 当你放你 iPhone 去上面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灯呢就会亮，说就是代表说它现在是有用这 wireless charging 的一个显示灯呢。那前面的话呢，就有一个 Type C 的那个洞啊，就是那个20瓦的charging的一个洞。那它的旁边的话呢，就是那个小风扇的那个出风孔啊。那后面的部分呢，就有写一个 warning 的字眼，还有下面是写说 to avoid electric shock do not disassemble， 它是教醒你说哦，这个 power bank 就不要去打开啊，这个是非常的危险啊。那在这个部分呢，我就大概做个简单的使用的介绍啊。那这个 power bank 呢，它能支持那个刚才我所说的那个 MagSafe 的 charging 的一个功能啊。那它这个 power bank 呢，也是同时间呢，也是能支持2个 device 一起充电。你可以像说你要 charge 你的那个一个电话连在一起，用那个 MagSafe 去做 wireless charging， 但另外一个你还可以 charge 别的东西，那这个也是非常的不错，你同时间可以 charge 2个东西。那这个 power bank 呢，它的还有另外一个使用的功能呢，就是它能把它切换成那个 low current mode 的 charging， 是在那个 USB-C 的那个洞。那这个 low current mode charging 的 mode 呢，是用 for 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在你 charge 那些可能你的那个 earbud 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切换成 low current mode 的功能啊，那就可以它 charge 那个 earbud 的时候呢，就它的 battery 的话就没有这样伤啊，那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功能啊。OK， 那在这边呢，我就大概简单做个介绍它的使用方法。那它的第一个我要介绍的使用方法呢，是 cable 的 charging。那 cable 的 charging 就像跟平常其他的 power bank 的 charging， 其实方法也是差不多一样吧。那就把它的那个 cable 插进它的那个 USB-C 的洞，那插了过后呢，就把它的那个 cable 插进它的你的电话的那个 USB-C 洞。那这个是就插进了，就那么的简单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OK， 接着呢，我就要来介绍 wireless charging 的使用方法。那 wireless charging 呢，你只是需要把你那个能 support wireless charging 的 device 呢放在这个上面就能 charge 它，就像这样，就那么的简单。OK， 那最后我要教的使用方法呢，是要怎样把它切换成那个 low current mode 的 charging。那其实呢是非常很简单的，只是你是需要看说明书才会知道要怎样去操作吧。那在这边呢，我就为你们介绍说它是怎样去换成那个 low current mode 吧。那在这个 button 呢，就是它的那个 button 这个功能呢，是要显示它的那个 battery 的 indicator， 或者是把它换成那个 low current mode 的一个 button。那这个呢，首先呢，我就按它的 button 一下的话给你们看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就是它显示它的那个 battery 有多少 percent 啊，在这边。那要把它换成那个 low current mode 的话呢，你只是需要把它刚才这个 button 呢，你就按99，按它它的灯闪另外一个模式呢，那这个就是 low current mode 啦。那它 low current mode 呢，只是能支持 for 2个小时。如果你没有把它换成那个普通的模式的话，那就比如说你要把它换成普通的模式的话呢，也是按回一样的 button， 按99，按到它换成那个普通的灯。那它就换成回普通的 mode 啦。那这个就是要将切换成 low current mode 跟换回 low current mode 的使用方法啦，也是非常的简单，也是需要看说明书啊。那你们如果懒得看说明书的话，就看我的视频。OK。
OK， 那在这边呢，我就要讲一个它能再改进的地方啊。那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也不代表你们全部人的看法啦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它的那个小风扇呢，我是要觉得说它是需要能自己去决定是开还是关吧，因为它的那个小风扇呢，只是在你 wireless charging 的时候呢，它的风扇才能启动。那你用那个 Type C 的 charging 的时候呢，它是不会去启动它的那个风扇的，因为在那个比如说你普通加进的时候，那边的话我也是会觉得会热啊。那为什么它不要直接把它做成2个一起能开能启动它的那个小风扇？这个设计呢，我就有一点不了解。那能的话，最好的话是2个能一起开，是非常的不错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有一个小小的 complaint about 它的那个灯的风扇，因为官方的照片呢，它的灯呢是那种来 ARGB 的那个灯啊，颜色是非常的美。当我开这个 power bank 的时候呢，就我 try 它的那个 wireless charging 的时候，它的灯呢，怎么好像不对啊？跟那个照片，官方的照片。那官方的照片呢，他们下面也是有注明小个，它的那个灯的颜色呢，会跟实际的那个 power bank 也是会有不一样的。那这个就有小小的失望 about 它的那个灯啊。OK， 那这边呢，我就大概做个总结啊。那什么 user 会比较适合用这个 power bank 呢？就像我是觉得像那种拥有 iPhone 12以上的用户呢，就比较适合这个 power bank， 因为它能支持那个 MagSafe。那这个 MagSafe 的 wireless charging 呢是非常的实用啊，因为当你连上去的话呢，整个 power bank 呢就跟电话呢就连得非常的紧。那现在我也是没有 iPhone， 我也不能做测试给你看，因为我之前做测试的时候呢，是用我哥哥的电话来做测试的，我觉得是非常的稳啊，也不是像说可能你一敲它就掉还是什么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不错。如果你是用 iPhone 12以上的 user 的话 ，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了，我是老吉了，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吧，别忘记按赞、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拜拜。